大家好，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关注了江南布衣这个事件。就是这家企业在他们设计的童装上使用了大量的斜点图案。最开始爆出的图案是在几岁孩子身上穿的童装有 Welcome to Hell， 欢迎来到地狱 Let me touch you， 让我触摸你这种阴间恶心的词汇，还有各种成人看着都很不适的画面。那后来这几天，大量的衣服以及企业的宣传图再次被爆出，第一件衣服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基本上是已经完全没得洗了。甚至还有疑似旭日旗的图，后来各种图越来越恶心，我不放了。反正网上已经到处都是了。今天做这个视频，我只是想用我的逻辑提醒观众，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事儿提高警惕？这个事儿到底是个别设计师夹带了私货，还是怎么样？先是23号他们发的那个毫无重点的公关稿，道歉不像道歉，解释不像解释。先是强调个别产品有问题，然后又说自己以自由的想象力为理念，恨不得用设计自由去偷换一些概念。但这么多天过去了，如何解释后来这么多款型的童装都有问题呢？包括小孩浑身被插满箭矢喊求救的图片等等等等。而且创始人夫妇中老板娘李林是把控设计的，夫妇二人早已不是中国国籍，移民到了圣基茨和尼维斯。在75号文没废止的时代，很多江浙老板确实流行往这个国家移民，这也可以实事求是的讲，大概率可能是想给公司搭红筹架构。所以我们先不说国籍的问题，只就事论事，这个企业应该不认为这个事儿是严重的。在他们发出公告后，某社交平台上一个孩子妈妈，我后来也关注他了，他在退货过程中再次被客服教育，有机会请多看看毕加索，这也激怒了很多人。当时我看到这个，我那个血压真的一下子就，我只想问祖安人在哪里？这绝对能说明这个公司的内部啊就没怎么强调这个事儿。就像我开头说的，我觉得当下很重要的，除了去表达情绪，还有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很多事儿的严重性。相信大家都还记得5、6年前的全球儿童 S-Gate 事件，国外的 YouTube 网站以及国内的几大视频站出现了几十万个套着经典动画外衣影响儿童的斜点视频，他们有批量的频道以及大量给频道打标签的人，而这些视频甚至可以规避视频站内置的儿童安全算法，甚至可以进入 YouTube Kids。 后来网警去寻找源头时，发现这些视频的制作团队遍布全球各地，从加拿大到越南，甚至在追溯到越南胡志明市注册的网站后，发现后面有上百人的团队。我先提醒大家的是S-Gate 事件从头到尾都是在不断的封禁，最终都没有真正找到这个跨国作案的组织。有人会说这事情是商业利润驱动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有点击就会有高额的收入，但是我有不一样的观点。因为16年我们国内当时也找到了批量制作这种视频的团伙，他们发布视频的账号叫欢乐迪士尼，根据线索层层寻找，背后是一家叫广州印军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企业负责人是台湾籍，当然现在已经依法查封注销了。期间他们账号发布致歉声明，称制作这些内容就是为了冲视频流量，忽略了为获取更多的流量同时创作了一些带有恐怖题材的视频，给小朋友造成伤害和影响。这个也容易让大家误以为他们是一帮丧尽天良为了利润不择手段的人，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案件有很多细节，比如他们光办公地点就有2处，已经是很多人共同协同的一个状态。其实在2016年，我们国内全国的所有视频网站包括 B 站，对于高流量的视频是没有任何补贴的。他们在被查封了整整2年后， B 站才率先推出了激励计划。哪怕直到今天 B 站不断的提高补贴标准，但只靠播放，其实在商业逻辑上这也是无法支持一个庞大的团队的。这个我相信做 UP 主的都会很清楚，我每天的激励计划少的时候几元，多的时候几十元，更何况在5年前在网站上发视频都不是那么主流的行业。那推动他们做这个事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当时这团伙说他们与他们的上线联系，多年来一直是通过 QQ 这一种方式，后续对这个事件也再没有更多的新闻。朋友们，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就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一帮人，真不为赚钱去搞这些邪恶的事儿的。我这里没有说江南布衣也是这样，但是我怀疑，毕竟江南布衣到现在一直在躲躲藏藏。另外，我也建议所有的孩子家长都去学一学儿童发展心理学，你会很清楚的明白什么年龄段的孩子适合接触什么样的内容。比如有的人觉得孩子身上的衣服印2句话无所谓，那我告诉你，在儿童颞叶处于发育期的时候，儿童会对他们身边每天产生的文字和语言很敏感。威尔尼克区和布洛卡区之间的更紧密的联系会让孩子们将他们听到的语言不断的转化成他们能自己说和运用的语言。这也是为什么无论过多少年你都忘不了儿歌。再比如儿童在6、7岁的时候他才会进入性别恒常性的时期，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性别是绝对稳固不变，不随发型、服装等外部形象变化而变化的。5岁则刚刚是孩子认识到性别是一个稳定特征的关键时期。另外，在4、5、6岁的前运算思维阶段，小孩是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的，他们都是直觉思维。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孩子会有泛灵心理，比例近乎100%。他们认为他们的玩具以及看到的图像都是有真实生命的。
所以我们国内的美术课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也只会等7年级再教，因为7年级的同学你才能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个画的恐怖与悲惨是作者对战争惨无人道的暴行的抗议，作者真正渴望的是正义。另外再补充一点，在美国让儿童观看不好的图片是属于性虐待的。我们每个成年人都经历过青少年时期，我自己也可以很坦诚的讲，当你在10多岁的年龄，你会对各种事情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是每个人想询问的对象还真的不一定是父母，因为哪怕你是一个孩子，你也会有一种隐约的直觉，这个话题或者问题可能靠自己去寻找答案更合适。那很多孩子看到衣服上的画，会不会使用手机去网络世界中寻找答案，或者在网络世界中去向陌生人提问呢？我想顺便提醒一下未成年们，这个社会太多元太复杂了，一个非常困惑你的知识，哪怕你不好意思向父母向熟悉的人寻找答案，那就尽量去从正规的出版物中寻找答案。因为我国的图书出版是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机制的，他们审核的标准至少要比互联网社区啊、视频网站要严格的多。说更直接一点啊，哪怕是一本质量再怎么差的书，至少你能保证你在书本里看到的内容，相关出版的单位还有大量的编辑是要真正负责的，要对书里的每一句话负责的，而不是你在网站上看到了一些匿名的回答。当然，我最鼓励的还是直接向父母提问，你们觉得不太合适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事儿。其实这个事件里，妈妈们也是很受伤的一个群体。说实话，一件江南布衣的童装几千元，对多数消费者来说也是很贵的。也许有的消费者是真的有很高的消费能力，可以给孩子买几千元的衣服，但我相信其中也一定有那种对自己极其节省、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妈妈。他会从寺庙里请很贵很贵的玉佩给孩子，希望孩子的健康能被庇佑、被守护。他会花自己1-2个月的工资给孩子买几件高价的漂亮衣服，虽然他也许并不太懂现在的时尚，如果有任何事情能带给孩子一点点快乐，他都会去做，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值得。但是当他知道了他购买的这些衣服图案真正的含义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是怎样的心情。哪怕这个孩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懂，也的确没太在意这些图案，但这个妈妈依旧会极其难受的，一定的。虽然针对江南布衣已经展开了调查，可我对此还是悲观的，因为他们真的不太像大家想象的只是一个卖衣服的企业。我相信多数关注商业的人也都知道他们的实力，他们还是顶级的收藏大佬，他们可以轻松在杭州拿到4万多平米的商业地块，他们开发的天目里商业地产项目是这2年杭州的超级地标式网红。我们自己能做的只是保持警惕吧。这视频录制的很临时，我自己情绪也很激动，一会儿会更新我之前制作的一个视频，先这样吧。大家好，我不知道